现在再讲一下这个隐派八卦呢，它这个基础啊。这个隐派八卦呢，它是一个真正的传授的传承，因为隐符它和这个董海川呢，他们是在一起的，是吧？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传授呢也就比较认真。那就外边的，那你见着有时候很少，是这意思。所以隐派八卦呢，它这个手法里边啊，他就把这个手指，你这个手指要4个相对，是吧？但是一个呢要比一个高起来，哎，不是这样出，而是要哎这么错开，哎，一个比一个高，而这拇指呢要扣在中指的根部啊。那么这个就叫剑掌。这个剑掌呢，应该是什么理解呢？就是叫啊，你比如这个，我这个就是射箭的一个箭，这个箭头，那么这是箭杆，你看这个手指头是不是这箭尖是这样的？所以它就称为剑掌啊。如果你这样做，那就这就不是剑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箭尖错了，你看，你必须要这样啊。这伸开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射箭出去，这是一种应用的方法啊。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说剑掌啊，这个剑掌就是。第二个呢，它的手法呢叫风掌。风掌就指的是说把这个手啊都要张开啊，你看，然后扣啊，这样。手心这是空的，手心一定是空的，手尖这地儿是用力的啊！你看这样，就像你握着一个大的球似的。那么这个掌就叫风掌啊，手指一定要都分开啊，这距离啊，不能就这么张着是不行啊！你看，一定这样啊，这叫风掌啊。鱼掌啊，是指的手要空，手尖儿回来啊。那么这个手心呢，还是要空，手心要靠上。你看这样，一靠啊，这儿要起来，手尖儿这地儿，手指尖儿的这个部分要用力啊。那么这个就叫雨掌，因为像下雨一样，是吧？所以叫风、雨、剑。这个3个掌法啊，这个3个掌法它的应用，就像我们武术里边叫抓、拿、摔、叠、打。那么抓就是完全靠你的指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指力啊，你要是没有这个指力的话，有些抓的法，你就不会出来那种力量啊。剑呢啊和掌都是击的手法，所以叫风、雨、剑3种这个手法啊。那么八卦呢，它主要的叫什么呢？就是所谓说道家文化啊，就是1生2是吧？2生啊，2生4，4生8象是吧？一指的是无极，2是吧？1生2就指的有阴和阳，生4象指的东西南北。现在就说啊，然后4象完再生八卦，就指的是东南东北，西南西北啊。这我这一说，现在的话都明白，但是过去他不这么讲，就讲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原来的八卦就是最早它是一个伏羲八卦。后期周文王把它改变了，是吧？所以就叫周文王，也叫文王八卦，所以它这个方向就有所改变。所以呢，那么这个文王八卦，它就是指着西北方向，西北方向为乾卦。所以呢，在练的时候，你就要从这个西北的这个位置起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要从天开始啊，这就是一个文化。
另外，你这个脚呢，在走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是吧？所以它这转，你看前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这整个一圈。所以过去也就讲说，你这是不是就一8步，是吧？八卦，你正好8步走完了这个8个字儿。所以那会儿有时候练的基础功的时候，他把这个一圈啊搁了8块砖，每块脚落在一块砖上，就是这意思。它叫所以的八卦过去。实际上真正纯正的八卦就是初级练啊，要先走大圈，走24步啊。初级练走一个24步的大圈啊，然后呢，等你练的比较稳定了，头也不晕了，然后再走小圈13步啊，围着这个柱走一个13步的圈啊。那么再下一步呢，就是在都练得比较稳定了，再走8步圈啊。8步圈呢，也是开始要慢，那最后要快，是吧？那快完了以后，最后都练就是所谓叫掰扣步，3步一圈啊，就更快，就是主要技击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就叫这个练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个要走。那么走的时候呢，就是你那个里边的这个脚，这一竖来讲啊，从里边走，里边这个脚啊，这外边这脚是扣。外边这脚呢，就也是称为天，所以过去的文化就是叫什么天圆地方啊，天圆地方就指你这走出这儿圆，这是扣这步啊，方这个地方你要走出去是直的啊，这就直的啊，你这个圆的出去啊，这样出来，你看又扣步。那么这个就叫什么呢？这就叫原来的传统文化天圆地方啊。而且这个步法，这个步叫什么呢？这扣步，这就叫七星步。所谓七星步，就是咱们天上那个北斗星，是吧？你看这样的扣步啊，这边的扣都是也2个脚都一样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也是啊。就叫七星步，七星步完了以后呢，这个还有一个要求，走起来的时候叫摩膝蹭踝，就是2个膝盖要相挨着，踝是指的踝骨，下边踝骨那叫摩膝蹭踝啊，下去是吧？这就是初级在练，而且初级练的时候呢，就是他这个步法上边，就指的说你出去脚出来要平着这样落地，很稳定，哎，是这意思。那么它的要求呢，实际上跟太极拳都是一样的。太极拳所谓内家拳都一样，不光是说太极拳，你包括说的形意啊、通背都一样，是吧？只是说法不一样。你像太极拳就说了，啊，它这个含胸拔背、提肛收胯、虚灵顶劲。是吧？沉肩坠肘讲的这个，你对于八卦来说呢，它是一个新的门派，它就叫8个字儿，这叫踏、扣、提、顶、裹、捶、松、缩啊。其实它这8个字儿跟那个太极拳讲的还是一样的道理，是吧？那么只一个门派就是一个新的说法，是吧？记住点儿，踏、扣、提、顶、裹、捶、松、缩啊，这就是八卦的这个要求，就是沉肩坠肘、含胸拔背、提肛收胯、虚灵顶劲，一样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这个在练的时候要求的都是一样的，这是这意思。这就是对于下边的整体的要求啊。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人家得稳定，走路走起来的时候啊，就像我们那会儿小时候练的时候，就是你这个上头这儿要搁一碗水，搁这碗水呢，搁在这儿，你这个也是这样去走啊。你要走得很稳定，那这个水呢，它就不会洒了啊。它主要是就是提高你这个运动的这个量，是吧？
比较稳定。你们现在来说，就有的时候咱们顶块砖就行，是吧？搁这儿顶块砖，那你这个就是你这是做的很稳定，你走的时候你自然也就很稳，是吧？啊，是这意思，所以一定要稳定。另外呢，就是初级练的时候，就是步子不要下蹲，太蹲得很低，啊，初级练的时候就要所谓有的人就提起来叫上盘，叫中盘，叫下盘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只要说你这一开始练的时候，所谓要高一点啊。等到年轻的时候，那你再低一点，是吧？你要再年轻再走点就这样，主要是练你这个脚部腿部的力量，是这意思。所以咱一开始练不许这么很低，你要开始练它那很低，就是对你有很大的伤害，是吧？所以在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啊。那么这个步伐上边，所以要求就是刚说了，你不许这么着往前这么走，是吧？你看，你要这样就叫窜步、搓步就不好，是吧？还一个呢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就有的时候这称为摆，是吧？也是第二个毛病。第三个毛病还叫颠，这样啊，就是你这样一往下一起的，这称为颠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你这个在练的这过程中不能出现的这些毛病啊，所以一定要很稳定走起来，是吧？就是这意思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步法里边呢，八卦里边的步法一共有5种步法啊，而不是说咱们一开始练说我这一辈子了，一辈子你就走这一个路，就跟说了，我今年我从小我就上小学，我今年都80了，我还跟小学里待着，你不那水平不就是一个小学吗？是吧？有好多的这个都是好多的人呢，都有一个错误理解在练武术，是吧？并不是说你们在练的过程中跟这一个老师我就要学一生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你小学是好，学的也要上中学，中学练好了就要上大学。你不能说我就是从小这一个老师的水平没有那么高，是吧？你对老师要尊重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并不是说这老师这水平不高，我也永远我要跟他学，你那就是错误的，是吧？就跟说的，你大学你得上啊，到了大学你不读博士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在练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水平，是吧？作为老师来讲，也对学生的要求也应该这样。你看他这个如果发展很好，那么可以适合于练其他的门派，或者其他的有好的一些老师，也应该给学生推广，让学生去提高，就不能让这学生永远就跟着你走，永远老孝敬你，提出这种要求就不对，是吧？你不是说上了大学了，你这小学老师他也会要尊重你的，你也要尊重小学老师，中学老师你也要尊重，但是有很混的人呢，这就说了，我上大学，你就该骂这小学老师了，你教我什么东西了？你不就教我1+1、2+2的吗？我不教我也会，这种都是挺混蛋的人也很多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就称为武德。所以在练的时候，这武德它是一个在武术里边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么一个意义，是吧？所以在练习八卦的时候，这5种步法它都需要从1种、2种一步一步的去练，这样才能练出你这个所谓的技术。那么对于掌来说，就是叫8式，是吧？前坎艮震巽离坤兑称为叫8式。8式完了以后，练第2阶段就是称为叫8掌。8掌练完了，第3还有阶段叫8行掌，是吧？那么8行掌也都要练，都练完了以后还要练什么呢？是吧？金刚拳、罗汉拳、四平拳，然后有刀、枪、棍、剑、鞭。那么这些东西，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传统武术，
啊，另外还有包括功法，是吧？技术，那么这样就整个学完了。你这个就是说对于身体就非常非常的好。另外呢，还是一个对于一个就是一个传统武术呢有一个传承的东西，都要把它继承下来。那再去往回所谓说去发扬光大。那么我指的是传统的武术啊，而不是说就这个你把它学完了以后，就是好多的人有的这方法都不一样。有的说我要想锻炼身体，有的时候我愿意去比赛，有的时候我要当老师，我要去开武馆，是吧？这有很多，有的人出国还要都在我这儿再要学习啊，到国外去，那不都是为了生存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不是应该把这武术的真正的东西继承下来？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东西，最好的一种方式，啊。所以我说了，练八卦的时候，都应该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能够完整的继承下来，再进行传，是吧？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一些，水平也比较高一些。